在蒙古国最北端的针叶林深处，当晨曦穿透雾霭，一群驯鹿踏着千年未变的步伐缓缓前行。鹿背上的人来自世界上最后的驯鹿游牧部落察坦部落。察坦部落人口总数仅有400余人，这个岌岌可危的数字在大众的认知里，代表着部落生命力进入了倒计时。是的，这是一个即将消失的部落，但这也是一个不肯认命的部落。他们拥有骄傲的自尊和不服输的勇气。作为森林之子，鲜活和坚韧是他们热烈的生命底色。他们会用桦树皮搭建能呼吸的帐篷，能让驯鹿奶在皮囊中发酵成醇香的奶茶。他们不仅能让驯鹿乖乖听话，也能翻译出驯鹿的语言。在这里，时间是用驯鹿的生命周期来计算的，距离是用驯鹿的脚步来丈量的，财富是用驯鹿数量和健康程度来衡量的。当我们的孩子沉迷于网络虚拟世界时，他们的孩子5岁便能骑上驯鹿穿越暴风雪。当我们看手机里的天气预报决定行程时，察坦人能观察驯鹿耳朵的转动来预判风雪。当世界依赖 GPS 导航时，察坦人跟着苔藓生长的方向迁徙从不会出错。他们是如何做到的？这种人与鹿之间超越语言的千年默契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当现代文明的浪潮猛烈冲刷着他们古老的生存方式时，当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正在侵蚀驯鹿赖以为生的森林时，他们该如何守护自己的文化，保护自己的驯鹿和家园？今天就让我们跟随驯鹿的蹄印，走进察坦部落内由鹿皮、鹿奶和鹿魂构建的真实世界，去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蒙古国与俄罗斯西伯利亚接壤的萨彦岭深处，散落着一些被称为驯鹿石的古老石雕。这些被3000年风霜打磨的光滑的巨石上，镌刻着古人对驯鹿的生动描绘。这些石雕就是察坦人祖先留下的最早印记。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研究共同将察坦人的族源指向了古老的突厥语族图瓦人。他们并非我们传统印象中策马驰骋于大草原的蒙古民族，而是生活在寒温带针叶林中森林狩猎的游牧民族。在蒙古这个被誉为马背上的国家里，察坦人是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驯鹿牧民。这片从西伯利亚一直延伸到蒙古北境的针叶林是他们的家园。带有沼泽的针叶林也叫做泰加林，所以察坦人认为自己是泰加林之子。数千年来，他们的祖先古老的图瓦部落就在这片横跨今日蒙俄两国边境的萨彦山脉中自由迁徙。那时的山川河流是他们的路标，驯鹿脚步能去到的地方都是他们的疆域。察坦人的样貌和身材带着鲜明的北亚人种特征，他们的颧骨比较高，眼睛细长，身材虽然不高大，但是很结实。肤色因为常年暴露在高原的强紫外线和寒风中，而呈现出健康的古铜色，还带着一些粗犷之风。在这种严酷的自然环境、有限的医疗条件下，古时候的察坦人平均寿命较短，通常在40至50岁之间。尽管现在医疗条件好了，察坦人的平均寿命提升到了60岁左右，但每一代人之间的知识传承依然显得尤为紧迫和珍贵。根据近年来的综合统计，整个察坦部落的总人口徘徊在400至500人之间，他们分散在大约40到50个家庭中。这个数字甚至比许多全球濒危物种的数量还要稀少。虽然族群里的人不多，但察坦人从未感到寂寞，因为千百年来都有一个好伙伴一直陪在他们身边，照顾着他们的衣食住行，那就是察坦部落的驯鹿们。当严冬来临，泰加林被厚重的积雪覆盖，气温骤降至-40°C。想象一下，面对这种刺骨的寒冷，从小生活在现代化都市的我们会如何应对？答案肯定是有多厚就穿多厚，先穿保暖内衣和保暖羽绒背心，接着再穿2-3件抓绒的毛衣。如果有发热贴，暖宝宝肯定得来上几贴，最后才是羽绒服、大衣或者冲锋衣。我们依赖着眼花缭乱的科技布料和发热贴，
将自己包裹成一个臃肿的球，才能勉强获得一丝安全感。而查坦人的穿衣方法却截然不同，他们简单极致，保暖的同时又不显得臃肿难以行动，因为他们穿的是厚实驯鹿皮毛缝制的皮袍。这种皮袍通常是连帽设计，毛皮朝内紧紧包裹住身体，身体和皮毛之间似乎形成了一个保温层，让体温不会轻易流失，达到了一种保暖的功能。再配上同样由鹿皮制成的皮裤、皮帽和皮靴，一个查坦人就拥有了足以对抗极寒的完美装备。特别是他们的靴子，鞋底柔软而坚韧，走在雪地上悄无声息，这是猎人最珍贵的特技。而到了夏季，泰加林温度升高，但远远达不到内陆30-40度的炎热。泰加林夏季的温度在20度左右，对于居住在现代城市的我们来说，这种天气称得上是凉爽。这时的查坦人则换上了鞣制过的薄鹿皮或兽皮制成的传统夏季服装，尽管轻便的许多，但在如今的查坦部落里，这种传统夏季服装已不多见。现在的查坦年轻人们更喜欢穿从山外市场换来的夏季服装，有一些人喜欢一种叫做德利的蒙古风格交领长袍，有一些人则喜欢现代的夹克、T 恤和运动裤。于是你会在查坦部落里看到一种奇特的文化融合现象，这种传统鹿皮与现代布料的混合穿着，恰如其分地展现了查坦人当下的生活状态。一只脚踏在古老的泰加林里，另一只脚则小心翼翼地探入了现代世界。在查坦人的饮食文化里，有一种被他们称为白色黄金的液体，那就是驯鹿奶。驯鹿奶的脂肪含量极高，质地浓稠的近乎奶油。驯鹿奶脂肪含量在10%至22.5%之间，而我们日常喝的牛奶脂肪则在2.8%至4%。在严寒的环境里，这样高营养、高热量的鹿奶是查坦人重要的食物，说是生命之源都不为过。挤驯鹿奶是查坦女性主要的工作，查坦女人们手法娴熟，在短短几分钟内就能从温顺的母鹿身上挤出几升的奶。一头哺乳期的驯鹿每天都能被挤出10至15升的奶。新鲜的鹿奶会被直接加入到滚烫的砖茶中，制成浓郁的咸味奶茶，喝上一口，瞬间就能驱散森林清晨的寒意。然而，查坦人的饮食智慧远不止于此，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自然的力量，将保质期较短的鹿奶转化为可以长久保存的美味。通过一系列古老的发酵技艺，驯鹿奶可以变换出多种形态。一种是蒙古人称之为阿鲁的奶豆腐，查坦人将发酵后的酸奶煮沸，分离出凝乳，然后压制成型，挂在帐篷的木架上自然风干。风干后的奶豆腐硬得像石头，可以保存好几个月，足以应对迁徙路上的食物危机。另一种更具特色的是一种名为霍鲁特的发酵奶制品。查坦人将新鲜鹿奶装入皮囊，利用皮囊内壁的微生物和适宜的温度进行自然发酵，最终形成一种味道独特、质地醇厚的半固态奶茶。除了奶，肉食也是他们饮食的一部分。他们的肉食来源要么是狩猎所得的野味，比如雪兔子、松鼠、狍子等等，要么是部落里那些年老体衰、走完一生旅程的驯鹿。但查坦人恪守着一个神圣的原则，那就是从不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去宰杀一头年轻健康的驯鹿。当一头驯鹿走到生命尽头时，它的肉会被切成细长的条状，挂在通风的木架上。泰加林凛冽而干燥的寒风会带走肉里的水分，制成可以长期保存的风干肉。这风干的肉条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对一头驯鹿一生奉献的最后致敬。在现代建筑学追求永恒与坚固的今天，我们用钢筋混凝土构筑起一座座摩天大楼，试图抵抗时间的一切侵蚀。而在蒙古草原上，游牧民族则用厚重的毛毡覆盖蒙古包，希望能抵御一望无际的狂风。查坦人却在追求一种极致的轻盈与和谐。查坦人的房子是一种更适应森林环境的，被称为搓罗子的圆锥形帐篷。
它的骨架由数十根长长的松木杆搭建成一个稳定的圆锥体。这种结构的好处显而易见，尖锐的顶部能让厚重的积雪自然滑落，不会压垮帐篷。顶部的开口是天然的烟囱，能让帐篷中央篝火的浓烟顺利排出，保持内部空气流通。更重要的是，它很轻便且易于拆搭。查坦人每年会随季节迁徙营地5至10次，这种帐篷非常适合在密林中进行频繁的迁徙。搓罗子帐篷的皮肤则会随着季节呼吸，在遥远的过去，夏季的搓罗子会覆盖上一层层的桦树皮，这些桦树皮坚韧而防水，上面天然的气孔使透气性很好，仿佛整座帐篷都在呼吸，让帐篷内保持凉爽舒适。而到了冬季，则会换上用驯鹿皮或兽皮鞣制而成的皮衣以抵御严寒。然而，当我们今天走进查坦人的营地，这种充满原始智慧的桦树皮帐篷几乎已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方便耐用的现代帆布。帆布虽然实用，却也意味着一项古老技艺的悄然流逝。如何剥取大块完整的桦树皮而又不伤害树木？如何将它们完美的拼接覆盖在木杆上？这些曾经代代相传的技艺，如今只存在于老人们的记忆中。搓罗子的骨架还在，但它那层会呼吸的、充满生命力的皮肤，正在被这个讲求效率的时代慢慢剥去。在泰加林里没有人工铺好的路，因为驯鹿走过的地方就都是路。对于查坦人来说，驯鹿是他们唯一可靠的交通工具。马匹在泥泞湿滑的林地里很难行走，但驯鹿宽大的蹄子如同天然的雪地靴，能让他们在任何复杂的地形上都能稳稳前行。学会骑驯鹿是每个查坦孩子成长的必修课，这项训练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在父母的帮助下，5、6岁的孩子会被抱上温顺的幼鹿背。起初这更像是一场游戏，孩子们在摇摇晃晃中与身下的伙伴建立起最初的信任。他们学习的不仅是保持平衡，还有一种无言的沟通。他们会学着像大人一样，用特定的口令和腿部的动作来引导驯鹿前进、转弯或停止。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孩子与驯鹿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语言的默契。当暴风雪来临时，查坦孩子们都能骑着驯鹿跟随着大人们的步伐，穿越白茫茫的林海，找到回家的方向。这驯鹿的脊背是查坦孩子童年的摇篮，也是他们认识世界的第一课堂。他们在这里学会勇敢，学会信任，更学会了如何与这片伟大的森林和其中最神奇的生物和谐共存。这就是查坦人的生活，一种写在驯鹿皮上，流淌在驯鹿奶中，安放在搓罗子里，行进在驯鹿背上的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生命交响。我们已经看到，驯鹿不仅为查坦人提供了衣食住行的一切，还为查坦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习俗和精神信仰。现代社会的人们结婚都讲究聘礼、彩礼、陪嫁，房子、车子、三金、钻戒等等物质条件都必不可少。在查坦则简单多了，啥的都可以没有，但驯鹿一定要有。当一个查坦小伙子希望迎娶心爱的姑娘时，他的家庭需要向女方家庭支付一笔聘礼，那就是3到10头健壮的驯鹿。当然，具体的数量会根据双方家庭的财富状况和协商结果而定，但这几头驯鹿所代表的远非财产的转移，它是一个郑重的承诺，是男方家庭在向女方家庭证明，我们有能力维系和繁衍鹿群，您的女儿嫁过来将拥有稳定和富足的生活。在婚礼当天，驯鹿更是扮演着神圣而不可或缺的角色。新娘不会坐进轿车，而是会骑上一头经过精心挑选和装饰的最美丽的驯鹿，由娘家人浩浩荡荡地护送到新郎的营地。这头驯鹿仿佛是来自泰加林的神使，驮着新娘，也驮着2个家庭的希望与祝福，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迁徙。除了婚姻的缔结，在部落出现纠纷时，驯鹿也是最好的赔罪礼物。一头健康的成年驯鹿背后是查坦人数年的费心喂养、
用心驯化，换算成外部世界的货币，可能高达1500至2000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是1万至15000元。如果你的工资是5000元一个月，一头驯鹿的价格差不多等于你2至3个月的工资了。因此，用一头驯鹿去弥补过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裁决，它代表着犯错方最深刻的歉意和对受害方生存根基的补偿。驯鹿除了是金钱经济的衡量物，查坦人也将驯鹿看作是连接人与神灵的圣洁信使。萨满教作为查坦人最核心的信仰，其灵魂也与驯鹿紧紧相连。萨满的鼓声被认为是模仿驯鹿奔跑的体音，这声音能够构筑起通往神灵世界的桥梁。萨满的法器往往由鹿角和鹿骨制成，上面会雕刻着一些复杂且精美的图案。这样的法器被称为翁贡，意思是被神灵附着的圣物，拥有强大的法力。而部落中总有那么几头被萨满指定的神圣之鹿，他们被视为家庭的守护神，享受特殊的照料，从不被意识。特别是那极为罕见的白化驯鹿，更是被视为神灵的化身，任何人骑行它都是一种绝对的禁忌。那人和驯鹿这种奇妙的关系是如何培养起来的呢？要想真正理解查坦人和驯鹿的关系，就必须放弃我们现代人看待牲畜的视角。在这里，驯鹿是与查坦人共同呼吸、共同思考、共同塑造命运的伙伴。这种长达3000年的共生关系，早已超越了简单的驯养。这种深刻的依赖关系始于生命之初。当一头母鹿即将分娩，查坦妇女会像照顾自家产妇一样守护在旁。幼鹿降生后，他们会立即上前，用温暖的双手擦去它身上的粘液，帮助它站立，并引导它寻找母乳。这种由人类亲手接生的过程，让幼鹿从生命的第一分钟起，就将人的气味与安全和温暖联系在一起，建立了从子宫到心灵的连接。在随后的成长中，这种亲近感会不断被强化。孩子们会与幼鹿一同玩耍，将它们抱在怀里，轻声呼唤它们的名字。每一个查坦家庭都有一套独特的、代代相传的口哨或呼唤声。当驯鹿在森林里自由觅食时，主人只需在营地发出一声悠长的呼哨，远处的鹿群便会循声而归。这种声音指令是刻在他们记忆深处的家的呼唤。鹿能辨认出家人的声音，那人能听懂驯鹿的语言吗？就像你家里养的小猫小狗，它们哼哼唧唧几声，你就会知道它们是饿了渴了，还是想出去玩了。同样的，查坦人不仅能用声音指挥驯鹿，他们更懂得聆听鹿群的语言。长期的共生相处，让他们能够从驯鹿发出的鸣叫声、鼻息声，甚至驯鹿耳朵转动的细微动作中解读出丰富的信息。比如一声短促而警惕的鹿鸣，可能意味着远处有狼群出没，要赶紧避开。鹿群一阵不安的骚动和低沉的吼音，或许预示着暴风雪即将来临。而驯鹿悠闲的反刍和放松的摇尾，则是安全与满足的信号。对于查坦人来说，鹿群就像是一座活的气象站和无声电台。驯鹿非凡的洞察力和查坦人卓越的理解力，在没有现代技术的古时候可是黑科技。这份千年相伴所形成的独特默契，在每年数次的迁徙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迁徙是查坦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与驯鹿之间信任关系的终极考验。在迁徙开始前，查坦人会确定一个大致的方向，比如向着那座积雪的山，或顺着这条干涸的河床。但一旦上路，具体的路线选择权便完全交给了鹿群的头鹿。经验丰富的头鹿凭借其对地形、植被和潜在危险的本能记忆，会带领整个队伍选择最安全、最高效的路径。查坦人从不强行干预，他们只是安静地跟在后面，全然信任伙伴的判断。而这种以鹿群为核心的移动模式，也塑造了查坦人独特的社会结构。几个血缘相近的家庭组成一个名叫奥托尔的流动游牧小组，他们共享草场，共担风险，并在迁徙和狩猎中互相协作。这种以驯鹿为纽带的社会单元，
能够让他们抵御自然风险和社会压力。资源分配也遵循着不成文的规则，一片好的草场由大家共同使用，但会自觉地轮换，避免过度放牧。狩猎得来的猎物会按照家庭人口和贡献进行公平分配。这种古老的基于互助与共享的社会契约，保证了整个部落的和谐与稳定。当一种生物如此深度地融入你的生存脉搏，它也必然会成为你衡量整个世界的文化标尺。查坦部落里没有日历，没有钟表，没有尺子，没有秤砣。对他们来说，一年的流转不是看日历，而是看驯鹿的发情周期、产崽季节和鹿茸的生长脱落。每年的9月至10月是驯鹿发情交配的季节，这个时候查坦人便知道金秋来临了。等到来年的4、5月驯鹿产崽时，查坦人就知道春天快要结束了。当一头鹿的鹿茸生长出来时，说明它已经1岁多了；等到鹿茸掉落时，说明它又长了1岁。而空间的距离也不是用公里来计算，而是用驯鹿一天的路程来体会。驯鹿走一个白天的距离，那就是20多公里。如果想要森林里的方向，与其依赖太阳，不如相信驯鹿的本能，它们总能找到最避风、最温暖、苔藓最丰美的地方。这种以驯鹿为中心的时空观是一种深刻的生态智慧，它意味着查坦人不是将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将自身完全融入到大自然的生态节律之中。可以说，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信仰，查坦人的整个文明就是由驯鹿的骨、血、乃与灵魂构建起来的。它是一个完整自洽的、与驯鹿浑然一体的世界。然而，当外部世界的逻辑，如金钱、法律、现代科技，开始猛烈地敲打这个古老世界的大门时，这幅延续了1000年的和谐画卷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撕裂。现代文明的浪潮如同席卷泰加林的寒风，猛烈地冲击着这个古老部落脆弱的生存根基。查坦部落最直观的危机是数字上的枯竭，人和鹿都在变少。这个总人口才400多人的微型部落，正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老龄化。年轻一代的查坦人，像所有渴望更广阔天地的年轻人一样，被山外的世界所吸引。他们为了寻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工作机会而选择离开部落，前往行政中心苏木武甚至首都乌兰巴托。每一位年轻人的离去，都意味着一部分传统知识的流失和一段文化记忆链条的断裂。营地里留下来的多是老人和孩童，这让整个社区的未来显得格外不稳定。除此之外，比人口流失更致命的是他们生存之本，也就是驯鹿种群的危机。自上世纪40年代蒙俄边境被彻底关闭以来，查坦人的鹿群就与他们在俄罗斯图瓦的庞大亲族彻底隔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近亲繁殖像一道无形的魔咒，严重削弱了鹿群的基因多样性。其直接后果就是驯鹿的体质普遍下降，抗病能力减弱，幼鹿的存活率也随之降低。这不仅仅是数量上的减少，更是种群生命力的衰退，从根本上动摇了他们整个文化的生态基础。就这样，人少了，驯鹿也少了，那些只能在泰加林的风雪中口耳相传的古老记忆和习俗，便开始面临失传的危险。查坦人的母语是图瓦语的一个独特方言，然而，由于孩子们普遍在蒙古语环境中接受教育，如今年轻一代能流利使用母语的已经寥寥无几。人说的方言在退化，驯化鹿的技能也出现了断代。如何从上百头驯鹿中一眼辨认出哪一头适合做头鹿？如何通过鹿的粪便判断它的健康状况？如何用最少的伤害为雄鹿驱使？这些精妙的驯化技能无法从书本上学到，只能依靠长年累月的观察和实践。还有前面提到的被现代帆布替代的桦树皮搓骡子帐篷，消失的不仅是一种居所形态，更是一整套关于森林的知识体系。这些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年轻牧民的减少，正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
如果说文化传承的中断是内伤，那么生态环境的恶化则是查坦部落正在经受的外伤。查坦人是最敏锐的气候观察者，他们现在经常在说，如今的夏天比过去更热，昆虫更多，这让喜良的驯鹿备受困扰。永久冻土的融化也改变了地表的植被，影响了苔藓和地衣的生长，这是驯鹿的主食。好不容易等到冬季，降雪也开始变得不稳定，有时降雪稀少，有时又是极端暴雪，让查坦人和驯鹿苦不堪言。而比气候变化更直接的威胁还有土地的争夺。近年来，不受管制的非法淘金活动在蒙古北部愈演愈烈，淘金者砍伐森林作为燃料，用化学品淘洗金矿，严重污染了河流和土地。查坦人痛心地发现，他们世代饮水的河流变得浑浊，一些传统的牧场因为污染而无法再使用。这时候有人也许会说了，难道政府不出面帮助一下这个稀有的部落吗？蒙古政府不是没有采取措施，但这些名为保护的举措却变相成为了驱逐。为了保护生态，蒙古政府将查坦人的大部分家园划入了国家公园和严格的保护区，这本是出于好意，却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个残酷的保护悖论。严格的法律禁止他们在保护区内狩猎，而狩猎恰恰是他们获取肉食、弥补驯鹿奶不足的重要传统。护林员与查坦猎人之间时常上演猫捉老鼠的游戏。一位查坦长者无奈地说，他们保护森林，却不保护我们这些森林里的人。这项政策使得查坦人在自己的家园里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法闯入者。人口的流失、鹿群的退化、记忆的断代、气候的变化以及土地利用的激烈冲突，这五重危机像5条绳索正从不同方向紧紧地勒住查坦部落的咽喉，让他们喘不过气来。面对这似乎无解的困局，他们该如何破局呢？面对多重危机，查坦人并未选择放弃。在这片古老的泰加林里，千年来坚韧的生存本能与智慧驱使他们主动伸出手，去触摸，去拥抱，甚至去驾驭那个曾经给他们带来巨大冲击的现代世界。他们正在尝试开辟一条前所未有的第3条路，既不让自己的文化成为博物馆里冰冷的标本，也不让商业的洪流吞噬掉自己作为驯鹿之民的灵魂。而旅游业是外部世界递给查坦人的第一剂解药。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蒙古国向世界敞开大门，第一批充满好奇心的西方探险者和游客骑着马，甚至搭乘直升机来到了这片最后的驯鹿部落。查坦人很快发现，查坦人独特的生活方式本身就是一种可以出售的资源，于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应运而生。查坦人为游客提供骑乘驯鹿的体验，开放自己的搓罗子帐篷供人参观，并出售用鹿角雕刻的纪念品。时至今日，前往查坦部落的生态旅游已经发展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我们能轻易搜索到数十家旅行社提供的旅游线路，这些线路的价格不菲，根据季节和服务等级各有不同。一个为期数天的深度体验之旅，报价通常在1000到3000美元不等，服务内容也五花八门，从最基础的骑鹿穿越泰加林、夜宿牧民营地，到体验挤驯鹿奶、学习手工艺品的雕刻，还可以提供私人厨师和翻译的高端定制游，甚至还有旅行社宣传可以安排游客参与萨满通灵仪式，与查坦长老对话。对查坦部落充满好奇的热情游客，还会给他们带去很多当地买不到的小礼物或物资，比如玩具、书籍等等。据不完全统计，查坦部落每年的旅游营收大约在70万人民币左右。一个接待游客比较频繁的查坦家庭，在旅游旺季能收入2万人民币左右。这些旅游收入和物资，无疑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查坦人的经济困境。他们可以用这些钱为孩子支付学费、购买药品，还能买太阳能电池板和卫星电话，改善基本的生活条件。孩子们也通过这些礼物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丰富了见识。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很快给查坦部落带来了第二剂解药，那就是手工艺品和食品的价值重塑。过去，鹿角雕刻只是他们闲暇时的消遣，如今，它已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产品。他们雕刻的不仅是传统的驯鹿和泰加林动物形象，也开始融入现代审美。这些精美的手工艺品通过游客的购买，从偏远的泰加林流向了世界各地的客厅。过去，奶豆腐阿鲁和奶茶霍鲁特是查坦人每天的食物，如今，好奇的游客们也要尝尝。一些家庭便开始尝试向游客出售这些食品，也让食品加工公司开始探索其商业化的可能。有输入便有输出，查坦部落的第三剂解药便是文化反向输出。查坦部落的年轻一代已经可以很熟练地使用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在社交媒体上，我们能看到年轻的查坦人上传的日常生活照片，更有头脑灵活的年轻人开始跳过所有中间商，直接通过国际手工艺品电商平台向全球买家出售母亲制作的鹿角雕刻。这不仅为他们带来了更高的收入，更重要的是，他们第一次拥有了直接向世界讲述自己故事的权利。这种从线下到线上，从被动展示到主动输出的转变意义非凡。它表明，查坦文化并非静止的，而是充满韧性与创造力的。他们正在利用现代科技，为古老的传统寻找新的表达方式和生存空间。同时，现代科技不仅是他们与外部世界连接的桥梁，也正成为守护其文化遗产的重要工具。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非政府的公益组织正在与查坦人合作，他们使用录音和摄像设备记录下即将消失的查坦方言、古老的萨满歌谣、神话传说以及传统的驯化技艺。这些数字化的档案将成为一座有声音和影像的博物馆，为后代留下珍贵的文化火种。近年来，在国际组织的帮助下，现代兽医学也介入，科学家们通过基因检测评估其鹿群的近亲繁殖程度，并有计划地从俄罗斯图瓦共和国引进新的种鹿，以改善鹿群的基因多样性。这种将传统养殖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的尝试，为解决其最根本的驯鹿危机提供了一线希望。然而，是药三分毒，旅游业的解药副作用也日益显现。最直接的冲击是对传统生活节奏的改变。为了迎合游客，一些家庭被迫放弃了追随驯鹿寻找最佳草场的古老迁徙规律，选择停留在交通更便利但草场质量较差的区域。这不仅导致了牧场的退化，也影响了驯鹿的健康。其次是文化被表演化，当萨满的鼓声、古老的歌谣，甚至日常的骑驯鹿，都可能成为游客镜头下明码标价的体验项目，其原有的神圣性与真实性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千百年来的萨满仪式变成了虚伪的作秀，骑行驯鹿的美妙体验变成了牧民之间勾心斗角的抢客争夺。一位查坦长者曾对来访的人类学家抱怨说，导游和游客们总是要看他们想看到的内容，但很多都不是我们真实的生活。而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利益分配的不均，大部分利润被首都的旅游公司和中间商赚去，真正能流到查坦人手中的只是很小一部分。比如外国游客一次旅游团费是3万人民币，那接待的游客的查坦家庭可能只有3000元收入。那些与旅行社关系更密切、更懂得如何包装自己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而那些不善言辞、坚守在森林深处的家庭则被边缘化，这在无形中也加剧了社区内部的贫富分化。所以当我们看到查坦人驾驶着摩托车，用着智能手机，他们的孩子穿着现代的运动服，一些游客和可能会失望地感叹，他们不再纯粹了部落文化变味了。然而这恰恰引出了一系列值得我们所有人深思的问题：商业化一定会吞噬初心吗？离开查坦的年轻人就是背叛吗？
面对一个不可逆转的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古老文化，世界和我们究竟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是像对待濒危物种一样，将它们圈起来，这样才能延缓茶坦文化的消亡，好满足我们对原始和纯净的浪漫想象吗？还是应该尊重他们作为人的选择权，允许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与现代世界互动，哪怕其最终的文化形态与我们所期待的大相径庭？或许真正的答案就藏在茶坦人自己的行动中，他们没有非黑即白的拒绝或拥抱，而是贯彻千百年来的实用主义，努力地在遴选。他们选择了太阳能和卫星电话，因为这能让他们在紧急时刻求助；他们选择了从商做生意，因为这能让他们利用手艺赚到金钱；他们选择了现代教育，因为他们希望下一代拥有更广阔的视野和知识。或许他们所抗拒的从来不是现代化，而是那种试图剥夺他们选择权和家园的外部力量。茶坦部落的未来终究不应该由我们来定义，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的目光和猎奇的镜头，而是平等的尊重，真正的被赋予权利，以及一片能让他们和驯鹿继续自由奔跑的泰加林。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见证者，唯一能做的或许就是保持谦卑，安静聆听，然后平静地目送他们走向自己所选择的未来。你认同这种观点吗？或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帮助茶坦部落吗？欢迎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一起聊聊。长视频制作不易，欢迎大家关注、点赞、收藏，我们下个视频更精彩。